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夏天终于要过去了，最适合穿搭的秋天就要来了。那最近呢，我也一口气入了10件适合早秋的单品，包括呢有来自 Splendid 的早秋新品，非常有加州松弛感。我心心念念终于入的这件红色的机能风外套。好莱坞明星都在穿的条纹针织衫，还有绝美的蕾丝裙等等哦。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那我们就开始了。天气呢渐渐转凉，长袖上衣可以登场了。那首先第一件呢，就是这件 Splendid 的亨利领上衣。那说起 Splendid 呢，在北美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它呢是来自加州，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慵懒随性、很有松弛感的风格。很多明星呢私下都会穿他家的单品，因为太舒服了。我呢特别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是非常柔和的雾霾蓝，带着一点点灰调，优雅有气质。面料呢则是棉和莫代尔混纺，柔软舒服。更棒的是呢，它是有这种立体肌理感的，这样呢就不会单调，也让基础款变得更有质感。修身设计，同时呢有弹性，完美贴合身形。亨利领设计让颈部呢多了一点纵向线条，扣子呢特别选了4合扣，一拉就开，很方便。而且呢扣子故意设计的比较多，比较深，打开之后露肤面积更大，更显瘦。袖子这里做了加长处理，增加了层次感。那这种衣服呢就非常实用啦，单穿很好看，做内搭呢也很好用。而我搭配的裤子呢，就是最近一直在穿的美国小众品牌 Ruti 的爆款弯刀裤，灰色和雾霾蓝呢都带着灰色调，配在一起很和谐。模特呢搭配了一条紫色的小丝巾，这个思路呢也蛮不错的。这件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大部分都是带着一点点灰调的彩色，非常的雅致，蛮好看的。秋天到了，最实用的莫过于一件针织衫了。那这次呢，我在 Splendid 还入了一件他们的新款的针织开衫。其实这一款呢也有一个雾霾蓝，不过我选了这个燕麦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清浅啊，看起来就很温柔大方。它是坑条纹的，很显瘦又有立体感，版型呢宽松舒服，随便怎么穿都很好看。模特呢是单穿，不过我更喜欢内搭一件哦。这次呢我就选了一件白色的蕾丝吊带哦。这件呢是我刚刚开箱过的 Lily Silk， 大家还记得吗？蕾丝悄悄露出来会更加精致一点，可以把针织衫呢稍微塞一点点到裤子里面。也可以把它放到外面，扣子呢全部打开，露出一侧肩膀，超美的。而裤子呢是我最近入的这条 Zara， 大家应该都看烦了吧，出镜率太高了，因为真的很舒服，很好搭配哦。那如果觉得前一件针织衫呢稍微有点普通，那可以试试看这件条纹款的针织开衫，也是我新入的。它呢是来自纽约小众品牌的 Ligne。这个牌子不得了，连 Vogue 的前主编 Anna Wintour 都给它打过 call。Ligne 呢，在法语里面就是线条、条纹的意思，所以他们家所有的单品呢都是围绕条纹展开的。有很多明星呢都穿过他们家的条纹，比如达妹、Anne Hathaway。Jennifer Lawrence 私下呢就非常爱穿他家的单品出街。我呢大概有小10年前就买过他家的衣服，请看这条真丝裤啊，可惜当时呢买小了，我前不久呢一咬牙一跺脚把它给断舍离了。但是这次看到他们这个新款的条纹针织开衫，哇，好喜欢啊！迅速下单给大家看一下，这次没有买小，绝对可以穿10年。它呢不是那种很平的针织衫啊，它是相对比较立体，有一点点蓬松的针织衫，但是呢又不会太厚重的那种。它是100%全棉的，重量适中，上身呢又不会臃肿，不会厚的。远看是条纹，其实近看才发现哦，它是编织质地的，看到没有？这样呢就营造了丰富的立体肌理感，要比简单的条纹呢有质感很多，而且它不是常见的黑白配色，而是巧克力色和米白色相拼，这个配色很时髦，非常的2026年。对比呢也不会像黑白那么的强烈，也不会太像斑马纹，很好搭配衣服。短款箱型版型搭配秀气的小翻领，针织衫呢做出了小香风夹克的 feel， 优雅但是又不会精致土，可以像我这样内搭白背心作为外套穿。也可以试试换成模特那种领口相对比较高的白色 T， 这样呢把领口扣好也蛮好看的。
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呢，外面还可以加上各种大地色系的外套，就有这么一点点条纹色呢露出来，就会特别的吸睛。这件针织衫呢，肯定会利用率很高的哦。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考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在那里呢，每天我都会分享8到10条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那除了针织衫之外呢，哇，秋天我肯定就要准备小外套了，哒哒，就是这件我心心念念一直想入的红色外套，终于这次成功了。它呢就是来自我的爱牌 Massimo Dutti 了。这件看着挺眼熟的，对不对？因为之前我在早秋流行趋势里面呢，就推荐过这一件，当时呢就下单了，果然收到，非常的适合我。这个红色呢还蛮正的，穿上很提气，但是呢又不会过于的张扬。款式呢是今年最火的机能分夹克，面料呢相对比较轻薄，下摆是松紧带的，能够形成很好看的廓形。如果不扣扣子呢，就是有点像风衣一样的大翻领。扣上最上面的扣子，叠起来的领口呢，还有一点点东方风情。这次终于买到了心仪的红色夹克哦，今年秋天我要穿个够啊！大家一起来监督我。那如果觉得红色比较高调的话呢，同款还有一个黑色可以选的啊。最近呢，好像我迷上了蕾丝哦，是不是年纪大了的原因啊？这次呢，我还入了一个蕾丝裙，是来自另外一个纽约小众品牌，叫做 Kami 啊。他们家这种真丝蕾丝的单品很有名，比如这一件真丝蕾丝的吊带，我已经穿了整整1个夏天了。这次呢，终于下决心把他们这一条真丝蕾丝裙也入了。这条裙子呢，采用斜裁设计啊，能够完美贴合身形啊。我呢是有小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吧？走起路来呢，摇曳身姿。它呢是松紧带设计的，但是呢是隐藏在里面的，所以在外观来看呢，就是非常的平整，也比较高级。裙摆这里呢是有精致的睫毛蕾丝，增加了一点点浪漫和层次感。这条裙子是没有内衬的哦，随性轻盈。丝绸面料呢有一定的厚度，相对不容易皱，随便搭配一件稍微宽松一点的，比如我这件歌利亚的黑色的上衣和裙子呢，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平衡，加上长项链就非常的完美了。我选的这个黑色呢比较百搭稳重，也比较适合秋冬哦。那如果身材比较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那个香槟金。如果还是不敢挑战蕾丝的朋友，没关系哦，也可以试一下这条缎面裙，是来自 Massimo Dutti 的，相对呢就会少了一点细节感，但是胜在呢比较百搭，比较好穿。这件呢不是真丝的，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会明显看到 Kami NYC 的这一条呢，它就是比较轻盈流动，而 Massimo Dutti 这一条呢会相对更加厚实一点，但是整体来说呢，面料还是蛮细腻的，垂坠感也不错，而且呢光泽感远看也还是 OK 的，而且它又要比真丝呢会更好打理，同时价格也更加实惠一点。这条裙子呢也是斜裁廓形的，显瘦又优雅，上身呢很有女人味，棕色呢也比较好搭配衣服啊。另外呢要注意这个颜色并不是市场上很常见的那种巧克力棕，我觉得更像深卡其色哦，还蛮有秋天的氛围感的。另外它的腰部呢也是采用松紧带设计，也是从外观看呢是比较平整。而我搭配的呢，就是之前入的这一件 COS 的白色针织衫，一套配上就很有90年代极简风格了。接着一套我 cheat 了，其实呢并不是很点题啦，它不是很适合早秋啊，更加适合度假，但是我真的好喜欢啊！不管了，我决定强行加塞啊，给大家分享这一套黑色的套装，是来自一个叫做 Van Roy 的澳洲品牌。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澳洲工作过，所以对澳洲品牌呢总是有点莫名的偏心哦。这也是我第一次穿他家的衣服哦，上身惊呆了！我天哪，怎么这么的瘦，这么的美，绝了！怪不得最近几年呢，澳洲品牌这么的火，确实啊，他们在版型上呢是有一套的。
有一点点半透明的针织质地，贴身穿很舒服，而且有立体感，不单调。上衣和裙子呢，看起来都是平平无奇的基本款，但是它的领口高低、裙子长短都恰到好处，看起来大气而松弛，而且无敌显瘦真的是好喜欢啊！注意这套衣服它本来是为了度假而设计的，所以呢，它的面料是有这么一点点sheer的，但不是很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内里穿比基尼会有多么的美啊！不过啦，其实在城市里面呢也是可以穿的啦，但是要注意这条裙子呢，我是穿了一个安全打底裤，这样呢可能会更加安心一点。而我搭配的草帽呢是来自 Lack of Color， 也是一个澳洲品牌，之前也分享过。确实澳洲人很会做度假单品毕竟人家的生活就是度假，不是吗？羡慕中。那最后2个呢，就是睡眠神器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睡觉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年过45岁之后熬夜这种事情不存在的。前一天如果没有睡好，第2天早上起来就像被人家打过一样，直接老10岁，有没有？那么今天分享的2个睡眠神器呢，都是来自 Sleep and Glow， 是个西班牙品牌，他们家的东西呢都是在欧洲生产的，品质有保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Omnia 的美容枕之前就分享过，哇，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平时呢，我们都会很注重保养用很贵的精华，但是有一点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那就是呢，我们用这种普通的枕头睡觉的时候，每天你看我们的脸都会被挤压，尤其呢，当你习惯这种侧睡或者是趴着睡，这种挤压呢就会很明显。那年轻的时候呢，问题不大，你挤压产生的这种睡眠皱纹呢，一会儿就会恢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睡眠产生的皱纹呢，就会越来越难恢复，长此以往就真的变成了真性的皱纹了。那 Sleep and Glow 呢，这款枕头就很特别你看它这里的2侧呢，设计的是3D 的凹槽，睡觉的时候呢，脸就会落在这个位置，自然悬空。那这样呢，就会减少睡眠过程中对脸部皮肤的挤压和折叠了，就不容易有睡眠皱纹产生了，真正帮助我们实现美容觉这里呢，我也做个对比图会看得更明显。这个美容枕果然名不虚传吧？而且呢，它不是单纯为了美容而设计的。枕头本身呢是根据人体工学设计的，由骨科专家参与设计，帮助睡觉的时候呢保持比较正确的身体位置，一觉醒来呢，哇，精神特别的好。材质呢也很好，里面它用的是记忆棉，会根据身体的重量和温度越来越贴合我们的脖子和头部。外面的枕套呢是天丝材质的，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柔软透气，比较适合敏感肌。我呢还买了他们家真丝的枕套，这2个可以替换。真丝这个呢，看起来就更有光泽，更有高级感一点。还有一款睡眠神器呢，就是他们家这一个重力毯了。顾名思义就是要比普通的毯子呢稍微重一点。哇，我拎上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沉不过呢还是可以拎得起来。说实在话，一开始呢，我对这条重力毯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我身边呢也有朋友用过，给我的反馈呢，要不就是哇好闷很难受，要不呢就说实在太重了，翻身都很困难。所以我在想，这个能好到哪里去？结果搞笑了，我入的第1天就这样半信半疑躺下睡觉，结果这一天我睡了9个小时，你知道吗？我是到8点45分才自然醒的。一般来讲，我睡7个半小时，每天8点钟我就会自然醒的。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睡到了9小时。我想，哇，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有点用后来呢，我就查了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首先嘛，就是这个材质非常的好，它是天然棉缎材质，非常非常的柔软，而且是400针的这种高密度的织法，摸起来呢也很细腻，非常的舒服。虽然呢它是有一点重量的，盖在身上呢能够保暖，但是它不闷热，就是非常的神奇。尤其现在晚上呢还凉风习习哎呦，盖上这个毯子就特别的舒服。那里面填充的是什么呢？我摸了一下其实我自己感觉都摸不出有什么珠子其实里面填充的是非常非常细小的玻璃微珠，仔细摸好像是摸得出来，就很小很小，不是那种市场上廉价重力毯用的塑料珠子。
而且这些玻璃微珠呢是均匀分布在整条毯子上，重量呢就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盖在身上呢就有那种均匀又柔和的包裹感，就好像被拥抱一样，整个人呢就会迅速进入那种放松的状态。那对我来说呢，这个就更像一种睡前的仪式感啊！哎呦，辛苦了一天，好好睡一觉吧！哎呀，赶紧犒劳一下自己那种感觉。那如果呢，你平时睡眠比较浅或者比较难入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毯子呢也是非常适合你的。那大家都知道我的理论啊，家居用品是最值得投资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啊，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啊，平摊下来每天就只有几分钱啊，而且你睡得好，精神就会好，身体就会好，身体好了才有力气赚钱啊，不是吗？那我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折扣码，所有的产品信息和折扣码我都会放到描述框里面，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拿哦。好啦，一口气分享了我这次入的早秋的单品啊，大家有没有被我种下一片大草原呢？最喜欢其中哪一件单品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姐细考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 的官号。秋天就要来了，让我们一起穿得美美的，变得更有品味，更有气质。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